终于来了。藏海在哪儿？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，快去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母亲要找回他，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。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。我会告诉姐姐，鬼玺已毁，赵炳文就是因为用了它而死。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，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，还未可知。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，终究是个麻烦，关乎天下苍生。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，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。这！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。庄将军护国有功，新皇召你回京，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？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已人尽皆知，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。臧大人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。臧海，要不要与我赛马，比试比试？你是马背上的将军，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？你骑马的本事也不差呀。这！阁老，庄将军果然中用，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。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，不敢居功。不必自谦，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，灵子王世子承袭皇位。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，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，特授你为骠骑将军。谢皇上圣恩。想当初，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，比你还大了不少，你已经超过了他。知情仰仗阁老提携，定不负阁老恩情。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，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，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。当然，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。但如今，你的机会来了，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，做他未竟之事。阁老的意思是，一举出兵东夏，让他们永无觊觎大庸之心。不错，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。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，若要征讨东夏，需要朝廷的援军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给你带了援军。报！大人，从他身上发现的，一直藏在怀里。
庄之行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。我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如今也是昭义将军，为什么要投靠他？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？若无阁老，我怎会有今日的荣华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要的是振兴庄稼。好了好了，你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，一见面就吵架，跟孩子似的。上海，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，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。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？我琢磨了很久，原来它竟是这样用的。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，竟然还能败给大庸。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。去风扇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。是。大人，拖下去烧了。是。
据斥候密报，东夏和亲不成，蠢蠢欲动。尔等要在方圆10里仔细巡查，务必保阁了安全。你已经预料到了吧？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，但我能看出来，你有事瞒着我。你想知道的，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。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，还想要什么？我要知道，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为什么无法控制？这册子被你动了手脚，你是不是撕掉了什么？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，启用了鬼玺，阴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庸军队，只1役便扭转战局。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，还命张灭封禁鬼玺，永世不得启用。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我是撕掉了1页，不过那1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。到底还写了什么？张灭说，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士族，虽然力大无比，不惧刀剑，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，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。明律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，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。传说阴兵为东夏攻城拔寨，所向披靡。若真如你所说，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，不敢让我看呢？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，3人成虎的谣言罢了。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根本无法被控制，也不能听从号令，为你而战。无法控制，你越是否定什么，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。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，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？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，就把它带了出来，可你还是失算了。你不愿意相信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是逼我说出口，还是杀了我？我用不着这么做。既然你是从那里把它带出来的，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？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。哼，你紧张什么？之前我觉得鬼玺在我手里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，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。即刻出发。阁老，夜晚离营，需提防东夏袭击，我来护送您。好啊。陛下，你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，当心身子。这药是公主走之前你们留下的，对风寒很是有用，趁热喝了才好。别跟我提他。快给我带上来。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，还有脸回来？我是来救你的。
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大庸首辅赵秉文已经到了东夏，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。你穿成这样回来见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，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。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。赵秉文，这是在借刀杀人。实不相瞒，赵秉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。大庸新皇出力，赵秉文作为内阁首辅，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，商议两族交好之事。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，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。他要见你，也是为了挟持你，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。明香暗图，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庸首辅交恶，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庸关系的罪人，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对王位毫无兴趣。你若是不信，你就把我关起来，但你不能坐视赵秉文毁掉东夏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，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，让东夏毁于一旦。到时候，连这个家都没了，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？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，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。母亲想要拿回鬼玺，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。姐姐，你是东夏的王，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，你一定要救救他们。你不能进去，否则会万劫不复。别骗我了，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，我又为何不可？你们都守在这儿。是。这里就是蒯夺当年带走鬼玺的地方，阴兵就应该从这里而来。大人，端出来。真是鬼斧神工。你怕什么？端过去，给他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？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？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。
您不是教过我吗？说实话骗人。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，就是我说的。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，只会带来灾难。住口！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血来完成自己的目的。藏海，鬼玺就在我手上。事到如今，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？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？大人让我们留下来，就不要擅作主张了。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你是不放心赵大人呢，还是不放心藏海？你敢行刺朝廷武将？那又如何？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。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，赵大人就不知道吗？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勒结在这儿。哦，真是巧了。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，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？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，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，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。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？你现在好好看看，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。胡大人，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，知易行难，平静后也不例外。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，就要为他排忧解难。那平静后的痛苦是什么？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。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，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。但为了重振庄家，庄如隐放弃了沈婉，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襄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建功立业。武和35年，他在东夏遭遇大败，皇上要他驻守边关。蒋襄不愿跟他吃苦，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。站住！边境苦寒，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，那就是沈婉。沈婉多年未嫁，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，终于与庄如隐重逢。两人在边关厮守，并诞下爱子庄之行。庄之行5岁时，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夏，
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。这一次，他大胜东夏，一雪前耻。但就在他名声大振、立下不世之功时，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。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，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。庄如隐陷入两难，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，若是冷落了蒋襄，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。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？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，沈婉站了出来，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，而庄如隐没有拒绝。此后，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，封侯拜将，一时间权倾朝野。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，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，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。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，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香儿操持吧。蒋襄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，最终让庄如隐相信沈婉红杏出墙，在他的默许下，毒杀了他。我不要你走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大恩如大仇，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。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，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，就是变成了怨恨。这天下间，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，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？哎，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，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？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祥，因为他一旦见到他，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。这种痛苦越是隐藏，扎根越深。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？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。只是后来，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，本侯待他，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
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。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、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。但为时已晚，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小人想起一首诗：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，有备之。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幼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。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谁？大人，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侯爷在里面，臧大人，请。侯爷。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，好好想一些事情。小人愿为侯爷分忧。你觉得傅之宗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小人不明白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哪怕你有千秋功绩，也抵不过帝王无情。小人认为，
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，是皇上的外戚。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。傅志松一死，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。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，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。你说，本侯该不该争？军中有许多将领，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。您当年的副将，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木骑营。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，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。你是让本侯做事，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侯爷，这件事儿，您不是在和别人争，而是在和皇上争。小人想，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。侯爷不妨再等几天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而小人认为，侯爷不去争，定有好处。若侯爷想重新掌兵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侯爷请吩咐。这件事情一旦知道，将没有回头路。要想清楚。藏海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，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，是一个叫鬼喜的东西。鬼喜。武和35年，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，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，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，横扫大半疆土。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，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。去禀报将军。是。东夏女王祭出一样至宝——鬼喜，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，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，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
定要找到鬼玺。6年后，大庸重整兵马，再一次出征东夏。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，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，被打得俯首称臣。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。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，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，想据为己有。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，却没能成功。而这个童鱼，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。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？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已经死了。那是他的命。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10年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却始终找不到。本来心都淡了，可现在有了你，就不一样了。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？没错。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敢问侯爷，这铜鱼就只有1条吗？什么意思？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，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。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，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。这铜鱼，小人虽未见过，但东夏的鱼图腾，小人倒是见了不少。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，寓意丰年富饶，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。果然见识不凡，心思机敏。没错，这铜鱼不止1条。本侯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。那其他的铜鱼，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？别的铜鱼你不用管，本侯都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等你找到鬼玺，本侯必不会亏待你。藏海赴汤蹈火，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。鬼玺，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，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，东夏君王的秘宝。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！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，大庸都无人知晓。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，还带了回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。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。他说他全都有数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就在其他2个仇人手里。不过，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，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3个人的事儿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，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，往后做起事来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师傅，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？师傅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，
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。看来只要找到鬼喜跟童鱼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第3个人。侯爷、夫人，藏海，快坐。坐。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知道吗？前日，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，本侯称病未去。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符出任中军都督。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，皆被降职责罚。虽然本侯未去，皇上并未责怪，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，赏银1000两。侯爷英明，不争不抢，反而得了圣心。还有一件事，前些日子，我给内阁递奏本，举荐了你。藏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名动京师，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钦天监监正。恭喜啊，藏海，不，藏大人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二公子。坐。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，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，你俩共沐皇恩，要替皇上好好办事。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。多谢大公子。短短半年时间，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5品监正。楚怀民学艺不精，怎么比得了藏大人？都是仰仗侯爷照拂，沾了侯府的光啊。监正属5品，你将有自己的宅邸。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，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，收拾收拾，明日便可搬进去。侯爷大恩，小人永不敢忘。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。行了，今后见到本侯，不用再自称小人，该自称下官了。是，侯爷。大人，爹，你也是官，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？坐马车的是官，2条腿走路的也是官。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，就懒得走路，再也下不来了。拜见藏大人，您里面请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
让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。爹，我又长高了，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。都玩了这么久了，知道这个简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观星的。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？不知道。想不想学？想。过来。你认得上面的4游环吗？试着转动它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对，你再移动上方的窥衡，转动3个刻度。到了晚上，透过这个圆孔，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。真的吗？我心滚烫，翻云是我，浮云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星星是我，风电是我。当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是我，你也是我。拜见监正大人。诸位请起。大人，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。下官洛克司武官窃胡郎林卫。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。大人，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。监后司呢？回大人，监后司武官平议郎石泉称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。无妨。监正大人，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。朝廷设钦天监，是为敬神恤民、兴利除害。钦天监虽小，但无论是观星卜筮，还是堪舆营造，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。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，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。大人，您太谦虚了。要是您这么说，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？大人，下官好奇，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？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对比之下，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。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，还要多多指导，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。闲话聊完了，该聊公务事儿了。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？带了。带了。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。大人，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、监测天象外，主要忙于修订夏历，详细划分各个节气，以便百姓顺应天时，休养生息。洛克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，报时报更。事情虽小，但重在精细。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。今年入春以来，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，包括黄花梨木、紫檀木、鸡翅木等，共计3000根。大人，相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象山夺形、后土验气、审山事、查吉学。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芝松将军的葬仪。很好，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。今日是我第1天上任，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，
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。若还有疑问，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。诸位请回吧。大人，咱们去书房看看吧。书房的调度和安排，还请您吩咐。不，先带我去监后司看看。炼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。缝，要用桑皮兼绒为线，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。补呢，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，但副将军地位尊崇，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。知道了吗？是大人。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，还要用铜丝拘上。大人，不用这个，剪刀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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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谁是实权？大人有事吗？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何罪之有啊？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，必须尽快处理，还望大人见谅。皇上下令厚葬副将军，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，你早些处理是对的。还未入冬，相差1个时辰，都会大不相同。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？这么要紧的事，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？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，就减了我们监后司的人手，节省开支。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，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。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，所以有些手忙脚乱。我来帮你。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！这些我小时候学过，但一直没学好。想要干好这个，不光是要有天赋，还需要很多耐心。大人过谦了。你在新天监待了很多年吧？就一直待在这里吗？大人，您不必跟下官客气，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您来这钦天监是为了敛财搜刮，还是为了加官进爵？下官并不想知道，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，专心做事。